王国彻底灭国，战场上的军队完全联系不上，就连二皇子都失去了消息。国王成了亡国之君，他下令解散王宫里的所有人，让他们趁着夜色赶紧逃走，而他要以王国最后一任统治者的身份去迎接征服者。在王都即将被禁锢之前，效忠于魔岛国的八指被国王承诺保护。八指的干部们叫来了所有和他们有关的人，其中还包括他们曾经的同伴科克道尔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科克道尔认为八指如此帮助他们，肯定另有所图，而且对方友善的诡异的态度让他更是心里发毛。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真的不是披着本尊人皮的怪物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被蟑螂从头到脚吃了一遍而已。负责将他们转移的是夏提亚。全员转移完毕之后，夏提亚揪着科克道尔把他送给恐怖宫玩，他的同伴丝毫没有救他的打算，反正也不会死，就当成一种洗礼好了。科塞特斯、亚乌拉和马雷带着部队朝王都进发，国王和亚尔贝德则在原地迎敌。注意，这里亚尔贝德对国王的态度也有些奇怪。很快，朱红陆地的队长阿兹斯开着强化铠弓来，连锁龙形闪电瞬间消灭了挡在面前的死亡骑士，紧接着对着国王又是一道火焰轰炸。这种程度的攻击当然不可能伤害到他们分毫。亚尔贝德奉命追击朱红陆地，他当然看得出来对方的目的是为了引开他，但同样的，他此次的目的也是为了收集情报。等飞到一定距离后，朱红陆地反手掏出机枪，对着亚尔贝德疯狂扫射，连魔法都没有的射击道具，亚尔贝德的防御都破不了，当然魔法攻击也破不了。亚尔贝德一拳就把机甲砸得头晕目眩，一拳下去有点后悔，不是吧，这也太脆了，一点都不经打。为了配合对方拖延时间，亚尔贝德只好发起嘲讽，于是两人开始了你来我往的嘴遁攻击。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背后，国王二话不说，引爆地雷拉开距离。袭击者是周身环绕的武器的白金铠甲。通过观察，国王发现对方的 HP 非常浓郁，但 NP 却完全没有，看来是个单纯的战士。铠甲二话不说抽起锤子砸向国王，但并没有造成伤害。乔激烈的攻击虽然是骷髅的弱点，但国王怎么可能不对弱点施加保护？铠甲抬手释放出世界隔绝屏障，这一下消耗了不少的 HP。铠甲自称李克，被称为13英雄的人里有几位没有留下名字，其中一人就穿着这件白金铠甲。国王试图拉拢李克成为手下，如果李克愿意归顺魔岛国，他可以放弃侵略王国的行动，但不论国王说什么，李克都果断拒绝，而且对王国的存亡完全不感兴趣。谈判失败，国王试图通过进阶转移拉开距离，却撞上了一个透明的屏障。趁着国王研究屏障，李克对着他的后背又是一锤子，他无法逃出这个屏障，注定要被消灭在这里。说着，操纵重剑朝国王砍去，国王发动黑曜石之剑袭向李克，重剑灵活地避开攻击，击碎骷髅臂杖，朝着国王当头劈下。国王紧急召唤黄铜法杖拦下重剑，趁机对着李克使出心脏掌握，但却无事发生，重剑又朝他挥来。国王瞬移到空中仔细观察，发现铠甲里其实并没有人，而是被远程操控了。环绕着机体的4把武器纷纷朝他袭来，一番缠斗后，国王挥舞着黄铜法杖，暂时将李克击退。法杖虽然没有攻击力，但击退效果就非常高。换言之，就是为了他这个魔法勇仗者争取到他最需要的距离。国王召唤出第10阶不死者破灭之王拦下李克，自己躲在背后暗中观察。李克至少有90级，应该是超近距离战斗特化型坦克职业，武器上也有 HP。他刚才使用击退的时候，俩武器都一起被拉了回去，说明武器本身也是铠甲的一部分。得到的情报差不多了，国王给亚尔贝德发去消息，破灭之王被李克一剑捅死。国王紧接着召唤能使用4大精灵种类攻击的精灵骷髅，他就算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拦下所有攻击。然而李克根本不听他多逼逼，挥起中剑就朝他砸下。这一下国王是彻底慌了，国王居然被打得跪地求饶，那姿态简直卑微十足。对方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他又不是真心想和李克决斗的，都怪王国抢走了他们给圣王国的援助。王国明明才是坏人，自己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被人抢走，换谁都会生气吧。李克认为国王做的太过火了，拥有力量的人应该小心谨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。李克的使命是守护这个世界，一切的过错都是从他拥有力量开始的，所以他不能原谅国王做过的事。而就在这时，亚尔贝德突然打碎屏障从天而降，拎着斧子将李克重重击飞，居然敢对安子大人不敬，去死吧垃圾！国王紧急叫停了亚尔贝德，他再次向李克发出邀请，表示魔岛国的大门随时都为他敞开。世界隔绝屏障解除，李克撤离后去和朱红陆地会合。阿兹斯拿亚尔贝德没一点办法，他把全身的武器都用上了，才勉强死里逃生。而李克击杀国王的行动也失败了，对方拥有着比他还强大的力量，而自称李克操控白金铠甲的正是白金龙王。能够突破世界隔绝屏障的，能使用原初魔法或者拥有世界道具的人，从国王无法突破屏障，但亚尔贝德却能轻松突破这一点来看，白金龙王将亚尔贝德错认成了玩家，国王则是 NPC， 或者说他们有2个世界级的道具，只是没用到战场上。没想到吧，人家不仅有2个，人家有20个。国王是很强，但并非没有战胜的方法。下次战斗时使用那个，并且1对1决斗，他就有信心取得胜利。白金龙王表面上让阿兹斯小心一点，做好与邪恶玩家战斗的准备，但心里已经开始想着要杀了他，夺走强化铠，给更好操控的强者了。
与此同时，国王和亚尔贝德回到纳赛里克，而国王本人正端坐在王座上。没错，和里克战斗的国王是潘多拉变化的，这也能解释亚尔贝德开始对国王的态度，以及拥有非属于的国王为什么破不开屏障了。国王让潘多拉将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的通通告诉他，他要知道关于里克的一切。